Hello，亲爱的观众老爷们，早中晚上好，这里是徐荣啊，好久不见。今天这一视频呢是2026年2月份最新的模组推荐，1月份共发布了311款模组，本期视频推荐其中的22款。第一款阅读的能力 Fix， 这个是个修复模组，原模组于3年半前停更，同时订阅2款模组，并在加载顺序中将修复模组放置于原模组下即可生效。模组的作用呢非常有趣，玩家可以花个几十块钱写一本书不是象征意义的写书，生成一个书籍宝物，而是真真正正的写一本书。你可以输入文字，记录于书中，永久的保存下来。只要这个书籍宝物不被摧毁，你写的文字就会永久的保存于游戏之中。联机游玩时可能还会有奇效比如可以经典复刻儒雅随和的哥萨克人，写一本致苏丹送给与你联机的好朋友请他这个赏阅你的文笔，本地化整合于集成汉化。第二款更好的家族格言，这款模组呢为诺斯、汉和拜占庭等游戏内55种特定文化新增了大约1万条家族格言。诺斯文化的格言主要围绕着命运、伤疤、复仇和奥丁这些，汉文化的家族格言多出自于古籍，比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战而屈人之兵，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之类的。至于拜占庭就是什么一日罗马永为罗马，罗马从未陷落子是血脉永不屈膝什么的。其他50多种文化就不一一列举了，我大概看了一下还是挺贴合的，本地化整合于无意汉化。第三款罗马文化王朝名增加国人作者模组金罗狂喜系列，原版的罗马文化家族名池只有21个，作者呢稍微增加了一些，现在有199个了。启用模组后就不会再像原版一样批发杜卡斯、查尔丁尼、迪奥罗西了。男性名字由95新增到了118个，女性名字呢还是68个没变，只是修改了拼写拉丁化的名字。国人作者模组无需订阅汉化模组。第四款天命宝物国人作者模组，这款模组加了几个中华风味的宝物加成很强烈可以通过决议直接获得，大家可以按需订阅。第五款节制天下兵马国人作者模组，模组功能如名字所示，可以节制天下兵马，功能分别为将自己主头衔下的头衔兵士转移到分城头衔下，此为授予兵权，也可以反向操作收回兵权。将次级头衔下的兵士转移至主头衔下，此为集结地方军，也是可以反向操作派出兵士驻守地方。还可以花钱为指定角色创建头衔兵士，或者呢花影响力裁掉指定角色的头衔兵士大家可以按需订阅。第六款更多的历史人物汉国人作者模组这款模组呢基于867、1066和1178年的3个剧本，新增了非常多汉文化历史角色，包含但不限于王先知、宋江、西门庆和许仙等众多角色，丰富了游戏内容，增强了历史代入感，推荐订阅。第七款老臣特制国人作者模组，这个模组就很有意思直接说用途好了。玩家作为伯爵的时候呢，可以授予一次老臣特制，这个时候分城们会获得一个叫做前抵新鲁的特质，成为了公爵之后呢，可以再授予一次。没有老臣特质的分城，这个时候呢会获得藩邸原从，成为国王和皇帝时再授予，那就是王爷公谷和开国勋酒。每次授予时都可以按照老臣特质的等级给予一定的贤能值。等玩家当上了霸权皇帝伯爵时期那些前抵新鲁的老臣自然而然的通过玩家的头衔提升叠加了数次贤能值，成为了1品大员。公爵时期的藩邸原从的臣子呢，也就自然而然的到3品。想法非常好的一个模组大家可以按需订阅试玩。第8款中华宗族修正国人作者模组，效果呢如模组名字所示，作者修正及补全了游戏中包含李唐宗室、赵宋宗室在内等众多家族的世系族谱，并增加了多个可扮演头衔，推荐订阅。第9款更好的囚犯这个模组就很合我心意了我很喜欢举个例子，
比如说原版的拜占庭抓了囚犯之后啊，可以阉割致盲，还挺好玩的。但是阉割致盲囚犯之后，那就会离开监狱了啊，这就不好玩了。这个模组启用之后，阉割致盲后不会放囚犯离开监狱啊，可以继续互动啊，按需订阅，按需订阅。第10款无敌之光，无敌之光呢是 CK2 时期的模组，这个是 CK3 的移植。模组在 CK2 时期火不火不太清楚啊，因为我没有怎么玩过 CK2。移植版目前是刚发，还是一坨啊，未来可期吧，希望不要弃坑，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汉化搜索重生之光汉化，目前汉化基本完成 99%。 第11款东亚自备，韩国作者的模组，作用呢是可以为家族制定世代名规则，可以从天干地支以及五行中进行选择，也可以为每个世代指定具体的字。使用中文、韩文和越南文的 AI 统治者将会使用世代命名的规则，历史上的真实家族则会使用真实历史中自备。大家可以订阅试试看。第12款中华古战场，国人作者模组，新增了10多个中华地区的古战场遗迹，在旅行时途经可以获得军事经验值以及概率获得将领特质。这种丰富游玩体验、增强沉浸感的模组啊，这是好文化啊！大家可以按需订阅。第13款更好的氏族管理，这个模组啊蛮有意思的。作为统治者，可以通过决议获得一支贵族家族来为自己效力，可以选择管理、军事等等5个方向的贵族，也可以提拔一个现有的出身卑微角色为贵族，赐予氏族头衔。当然了，能赐予也能收回，可以通过囚禁之后的互动来剥夺角色的贵族身份，掠夺庄园获得黄金，甚至下令流放处决家族成员。本地化整合于无一汉化和集成汉化，订阅任意模组即可生效。第14款战术战斗，这个模组感觉很有东西。模组呢可以实现把军队分为左军、中军、右军，分别任命将领，并且通过各种的事件来选择军队如何行动，不同的行动获得不同的临时加成。除了机制之外呢，模组还新增了围绕着军事的大量特质以及几项游戏规则，目前处于测试阶段，大家感兴趣可以订阅下，先尝尝鲜试试看。本地化整合于无一汉化和集成汉化，订阅任意模组即可生效。第15款派遣援军，这个模组不仅有趣而且很完整。作者呢给 AI 送钱，想要帮助 AI 打赢战斗，结果钱送过去了， AI 没有拿去雇佣兵或者是扩军，而是拿去了升级建筑之类的啊，花掉了，输战斗。一气之下，这款模组诞生了，不送钱了啊，送兵，直接花钱给 AI 送兵，让他们去打仗。你可以选择白给兵换好感度，也可以送兵换取好处。慷慨者送兵会减压力，贪婪加压力，傲慢获得声望。而敌军的领袖呢，会知道你给他们的敌人送去了援军啊，会有好感度的惩罚，并且拿到一个惩罚宣战理由。如果输了，会赔掉所有存款。很有趣且完整的一个模组。本地化整合于无一汉化和集成汉化，订阅任意模组并删除原模组中的假中文即可生效。第16款授予头衔改善家族关系，授予头衔可以增加目标家族与自己家族的关系，很合理啊，这对吧？很合理啊。为什么原版没有做这个互动影响呢？没有文本，不需要汉化，大家可以按需订阅。第17款历史国策女真崛起，国人作者模组，这款模组添加了一种类似于4颗金属心脏的国策系统，玩家可以通过决议来模拟类线性的历史发展。这个怎么说呢？未来可期啊，我们期待一下。第18款改变所有宫廷职位自动模式啊，国人作者模组啊，这个好啊，这个可太好了。新增了2按钮，左边的一键调整所有职位为手动任命，右边的按钮一键调整所有的宫廷职位为自动任命模式啊，这太方便了，对吧？推荐订阅，推荐订阅。第19款更多的冒险家和统治者，日本国作者模组。这款模组与刚才提到的更多的历史人物汉的区别在于，这款模组添加的角色不仅包含了中华地区，且替换了一些随机生成角色为历史角色。作者称未来还会新增更多的历史角色与传奇角色，包括欧洲与中东地区。模组本身包含了中文本地化，无需额外订阅汉化模组。第20款
东罗伟大工程。这个模组为东罗马帝国新增了多项伟大工程，包含但不限于维护狄奥多西亚城墙、修复改良帝国大道和加强防御等等。由于汉化条目过多，录音时汉化暂未发布，但是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应该已经完成汉化，并且收录于集成汉化了。第21款自建霸权，启用模组之后可以通过决议自建霸权，要求呢是控制至少420块铂金领。据作者的截图与描述，这个模组与其他模组兼容。截图中有一张是 AJOT 中的成功应用，本地化整合与集成汉化。第22款三国，从这一刻起，历史发生了巨变，三国模组终于是问世了。目前呢，已经时装了196年剧本以及数千名历史人物。地图呢以中国为核心，东至日本，西至西域，需要普天之下 DLC。作者呢来自日本，中文本地化工作已经在24小时之内基本完成并发布。汉化搜索三国模组汉化，模组本体描述中也有超电一键跳转。现在可以订阅尝鲜了，期待加后续更新。好了，本期视频推荐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对您有所帮助，请务必3连加关注。不知道大家对本期的哪款模组最感兴趣呢？欢迎评论区留言交流。这里是徐人梦，我们下期见。